工人为什么每天干活、纳税、承担物价上涨，却没有资格决定任何规则？1792年的伦敦，9个靠劳动吃饭的人也在问这个问题。他们没有选票，没有背景，全部家当凑不出几个钱，最后每人拿出一便士，成立了一个小组织。2年后，英国政府把他们当成了国家威胁。18世纪末的英国很喜欢谈自由，报纸谈自由，议员谈自由，贵族也谈自由。但这份自由有点像分级会员，有财产的人权限比较完整，没多少财产的人可以劳动，可以纳税，可以服役，可以承担政策带来的所有后果。唯独到了选议员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系统突然提示您的身份暂不支持此功能。当时的普通劳动者也不全是后来工厂里整齐划一的产业工人，他们可能是鞋匠、裁缝、印刷工、木匠，也可能是给师傅干活的帮工，或者自己守着一间小铺的手艺人。这些人的共同点都是靠劳动生活，手一停，收入就停。东西一涨价，家里的饭桌最先有反应。可他们没有多少积蓄，更没有多少资格影响那些决定税收、战争和粮价的事情。当时不少有产者还有一套听起来很讲道理的说法：没有财产的人不够独立，容易被别人影响，所以不适合参与选举。这套逻辑看起来很严谨，实际上漏洞极大，经不起追问。普通人因为穷，所以没有发言权，又因为没有发言权，所以很难改变让自己继续穷下去的规则。这套流程在英国长期运行的相当丝滑。可到了18世纪末，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不对劲。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正在大西洋两岸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政治资格究竟来自财产，还是来自他本身就是一个人？彼时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也开始在英国传播。这些思想没有只停在贵族客厅和学者书房里，他们顺着小册子、酒馆、咖啡馆和民间团体，慢慢传到工匠和普通劳动者中间。但思想只是火星，真正让人坐到一起的还是生活。1792年初，伦敦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活必需品昂贵，许多靠手艺吃饭的人感到越来越吃力。他们每天都在干活，可勤劳并没有自动兑换成安稳。大家各自在家里发愁时，每个人都像是单独的倒霉蛋。直到9个人坐到了一张桌子前，他们不再孤独。那天，他们来到伦敦河滨马路附近的一家酒馆，桌上没有什么豪华配置，面包、奶酪、黑啤酒。吃完以后，他们开始聊近况，越聊越上头。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一个过去似乎只属于大人物的问题：像他们这样的手艺人、小店主和普通劳动者，究竟有没有资格推动议会改革？那天晚上，这9个人决定做一件事，建立一个属于普通人的组织。它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伦敦通讯会。名字里的通讯很重要，因为他们想联系伦敦其他劳动者，在和外地支持议会改革的人建立往来。可联系别人需要纸、墨水和邮费。于是9个人中有8个人当场加入，每人交1便士会费。第9个人没有拒绝，只是先回去想了1周，后来也加入了。负责办事的人叫托马斯·哈迪，是一名鞋匠。他拿着最初的8个便士去买了信纸。要让人加入这个通讯会，自然是需要有主张、有能吸引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把自己的主张写在了信纸上，主要是2条核心。第一，成年男子普选，不管你有没有土地、店铺和大笔财产，只要是神智正常、没有犯罪记录的成年男子，就应该有权参加议会选举。第二，议员改选，他们认为议员不能一当选就长期离线办公，选举越少，普通人越难监督，1年改选1次，议员才会记得自己是啥身份。他们把自己的主张写出去，也联系其他地方关心议会改革的团体。他们就这么靠写信，短短半年时间，会员超过了2000人。因为他们的入会要求很低，你只要是一名普通劳动者，认同通讯会的理念就能参加。在过去的英国，不少团体主要由贵族、商人和有钱人掌握，普通人基本无法进入。到了这里，英国政府才开始意识到，再让他们这么搞下去，岂不是很容易出事？这等于把公共事务从少数人的私人俱乐部慢慢变成普通人也能参与的长期项目。到了1794年5月12日，英国政府直接逮捕了托马斯·哈迪。官员进入他的住所，翻查衣柜，带走信件、传单、书籍和手稿。同一天，英国国王向下院发出特别信息，成立秘密委员会，专门审查哈迪和通讯会的文件。为了调查他，国王、议会、内政部门和司法系统陆续上线，阵容相当豪华，甚至直接指控哈迪是叛国罪。哈迪被关进伦敦塔，后来又转到西门监狱。与此同时，他家门外也出了事，一群支持教会与国王的人围攻了他的住所，他的妻子当时正怀着孩子，受到了惊吓，难产去世。所以彼时的英国上层阶级面对这种底层的组织，反应是极大的。1794年11月，审判开始，控方想证明哈迪和伦敦通讯会表面上谈改革，实际上是在威胁国家秩序。但问题在于，他们搜走了大量信件、传单和会议材料，却很难证明哈迪真的策划了什么暴力行动。审了9天以后，陪审团作出裁决，无罪。哈迪被拉上街，像胜利者一样被人簇拥着前行。可这场胜利并不完整，法庭还给了他自由，却没法把妻子还给他。但伦敦通讯会接下来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轮接一轮的打压。1795年以后，英国管控继续收紧，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直接成为禁书。托马斯·潘恩了解过美国历史的都知道，他在北美大陆写的一本叫《常识》的小册子，可以说是搅动北美天下范。当时北美总人口约200多万，小册子首版发行后3个月内售出12万册。
整个独立战争期间总销量高达50万册。而彼时的英国对美国这个反骨仔是恨之入骨，尤其是托马斯·潘恩的书。但英国的这种打压其实并不能真正压住趋势。然而很多人会奇怪，这些没上过政治学校的工人为什么如此熟悉开会、选负责人和交会费？因为在走进酒馆以前，他们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练了很多年，这也是英国民间千年来的传统。下一期我们共同了解英国工人的组织力量从何而来。英国伦敦是一个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的地方，因此《资本论》的成立必然也少不了他对英国工人有着长期的观察与研究。马克思在英国前后待了长达34年，他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思考。